朋友们，很多人呢都不知道，佛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修心方法，能让你快速脱离心烦意乱和胡思乱想。总结起来呢，就是3个字：不在乎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个信佛的老太太，一心就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于是她跑到庙里问老和尚，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帮助自己。老和尚说，从今往后你遇到任何事情，心里都默念别管它。于是这个老太太之后遇见不顺心的话语和事情，就默念别管它。于是老太太临终往生时，考验和障碍她的境界就来了。有声音就告诉她，你家房子着火了。老太太念别管它。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，你的孙子掉到井里了。老太太还是念别管他。之后又有一个声音说，佛陀亲自来接你去极乐世界了。老太太仍旧念别管他。最终这位老太太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别管他这3个字便是不在乎，不在乎任何事情的发生。这句话呢，听起来有些冷漠，但实际上这是禅宗修心的重要心法。有一句话说，这世上所有的关系都是自己和自己念头之间的关系。这就好像，如果别人说了一句让你不爱听的话语，那么你最终感到的只是自己心中一种不舒服的情绪。我们遭遇到财产损失或是命运的不幸，那么最终也只体现为心中的悲伤感受。遇到一些幸运和顺遂的境遇，最终获得的也只是心中的满足。也就是说，一切外在的事件、外在的人，一切外在好与不好的事情，最终的呈现方式只是人心中的念头与情绪。所以所谓的不在乎呢，不是说不在乎心外的人事物，而是不去管自己心中变化生灭的念头和情绪。就好像故事中的老太太，面对障碍她的声音说房子着火了，老太太所谓的别管它，是不去在乎心中的患得患失。障碍她的声音说孙子掉井里了，老太太不在乎的是心中的恐惧与慌乱。障碍她的声音说，佛陀亲自来接你去极乐世界了，老太太不在乎的是心中的贪求，不贪求有一种更好的境遇等着自己。所以老太太最终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代表她的心已经与极乐世界契合，是她的心已经到达了那个频率。这种心中时时刻刻的平静与宁静，其实才是佛家所谓的极乐世界的真实含义。所以并不是说有一个极乐世界在西方，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到达，而是一颗清净无烦恼的心，本身就是极乐世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我们回归了这样宁静而清明的状态，那么也就能镇静而妥善地处理好外在的事件与境遇。所以不在乎的智慧呢，是说不要去在乎心里那些生灭变化、起伏无常的情绪和念头，而是要去发现自己的心是什么。心就像一个空间，一个舞台。舞台不会在乎舞台之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，舞台只负责呈现而已。所以我们应该任由心中的念头和情绪来去自由，不论智慧的、愚痴的、烦恼的、喜悦的，一切都平等对待，不加挑拣。这样的心便能够接纳和包容一切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其实也正是在说天地对待万物的平等性，人心也犹如天地。心中的善恶念头、好坏情绪以及种种感受，都是心这片天地的子民，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子民。而天地本身不动摇，认识到自心是天地，也就是修心的意义。然而这种修心在具体生活中应该如何实现呢？
这种别管它的智慧，在生活中又应该如何被体现呢？具体呢，可以总结为4点。首先，第1点，不在乎自己的身体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呢不是说就不用管自己的身体了，不去爱护它了，生病后还是要去医院。所谓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只是说不从内心去担忧什么。佛家认为，我们对自身和世界呢，有5种错误的认知。这第1种错误的认知，便是认为身体是自己。某种角度，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座房子，只是心的居所而已。如果我们要问这个心居住在身体的哪里，它不在大脑，也不在胸口的那个肉团心中。真正所谓的心，不在身体之内，也不在身体之外，没有内外中间的方位之分。勉强来说，就好像这具身体移动到哪里，心就会发生在哪里。或者说，是因为心的功用，才让这个身体有了思想，有了触觉、听觉、视觉等等现象。所谓佛性在6根门头大放光明，这个佛性便是心，便是明心见性要见的自性。自性在耳能听，在眼能见，在意能知，在足能行。所以说，这个身体只是真心自性的一个产物，一个居所。所以，所谓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只是说不从内心的层面去担忧什么，不在乎对身体病痛的担忧和恐惧。这也可以看成是不在乎业力。更深入地说，一切对身体变化的担忧和恐惧，本身就是一种业力的积攒。少了这样的业力，身体与内心就少了一些额外的负担，它们反而会运转得更加健康与自然。其次，不在乎心中的情绪。有一个禅宗典故是这样的，说是苏东坡在江北瓜州任职时，写了一首诗送佛印禅师，其中有一句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用来表达自己的修行境界达到了不动摇的程度。这里的八风呢，指的是能影响人情绪的利、衰、毁、欲、嗔、饥、苦、乐等8种情绪。苏东坡将这首诗派人过江给佛印禅师看，希望得到认可。然而禅师阅读后，仅批注了放屁，就让书童原封带回了。苏东坡看到批注后非常生气，立即乘船过江找佛印禅师理论。当苏东坡到达金山寺时，发现禅师已经在那里等候。苏东坡质问禅师为何侮辱自己。佛印禅师回答说：“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？怎么一个屁字就把你吹过江了？”苏东坡听后恍然大悟，感到非常惭愧。这个故事便是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的典故。所谓不在乎自己的情绪，本质呢，是说情绪已经发生时，不要再对它做出更多的反应。虽然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无法控制情绪的瞬间产生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随情绪流转，这就是别管它，不在乎的含义。就好比一杯被搅浑的水，只要自然净放，泥沙就会沉底，水也会自然清澈。而我们如果想要去改变和降服之前的不良情绪，就像把水越搅越浑，只会引发出更多的情绪。第三，不在乎心中的念头。我们一切身心内外的现象呢，都只是自心限量。也就是说，外在的事情和境遇，包括我们的回忆和曾经的知识、经验等等，最终只是引起我们内心的一个念头。这一个念头只是心此刻的一个展现而已。下一刻，心如果对这个念头产生一个后续的分析和接续，又是下一个限量。换句话说，无论心中运转的是智慧还是迷惑，
心本身永远是一种呈现的功能。所谓一切法由心想生，我们认为自己愚痴或是高明，认为自己正确或是错误，一切的一切只是心呈现出的一个个限量。更深入地说，我们认为这个限量是有是无，对有无的认知，其实又是下一个限量境。所以限量境一直在持续，而心只是不断地在觉知到自己呈现出的限量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，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真心，其本质是能够呈现，就像明镜一般，能够呈现出各种镜像。镜像变化无常，本无所谓的智慧和愚痴，忘了自己的本质是镜子，而把自己当成镜子呈现出的一个个影像，这就是所谓的迷。所以无论我们迷的是什么，不论是迷圣人的智慧，还是迷世俗的得失，都是迷。悟只有一点，便是认识到自心是那面能呈现出影像的镜子，最后不在乎心的觉知。佛家有一个词叫能所双亡，所谓能呢，便是心的觉知，便是这面镜子的功用；所谓所，便是心的觉知能够映照的一切现象。从某种角度，把心觉知的这个作用也不在乎，才贴合佛家所谓真正的道。就好比我们过河需要乘船，过到彼岸后，我们就要从船上下来，这样才能真正的踏上彼岸，真正的与道有所相应。然而最终这个船能下来吗？真心犹如明镜般的觉知能被熄灭吗？能够被熄灭的依旧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认识，自认为自己的心是一种觉知，犹如一面镜子。所以我们不在乎自己是觉知，不认为自己是觉知，终究不在乎的是心中的现象，而不是心本身。因为所谓的在乎或者不在乎，所谓的空或是有，永远只是心的功用。真正的心依然有着明镜般清明的觉知，只是心中不会再产生一个念头，认为自己是觉知，是一面明镜。由此便是能所双亡的含义。能够被亡的，只是心中的种种造作，而心本身无生无灭。我们的真心自性就好像空间一般，从来不受空间中一切现象的任何沾染。然而空间却又存在于一切沾染之中，本不动摇。这便是佛家所谓的金刚菩提心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